列位客官，上回说到青云宗吴家先祖吴三老为寻宗门失落灵脉秘宝，孤身前往长沙彪子岭，实则灵气郁结，隐有上古禁制。而吴三老身为筑基中期的修仙奇才，携宗门喵人大胆。可他没料到，灵虚谷地凶险暗藏，灵气深入腹地，刚绕过灵炉丛，背后便袭来刺骨妖邪之气，直逼心脉。是啊！只见灵炉丛深处蹲着个通体血红的妖物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翻出吴家秘宝灵能玉虫，扣骨射时，灵能玉筒却因灵气耗尽卡壳，无从晃动，妖物再度站起。先生，那迟道老人没死吧？那妖物到底什么来头？别吊胃口了，快继续讲。对。放新手大礼包是否立即开启？开启。灵基因可提升灵气亲和度，修炼速度翻倍，解锁基础麒麟威。白玉公子，这青云宗和吴家就是你们吴家长沙吗？确是青云宗分支，但也提过些许秘宝，更没提过去灵虚固妖武案。会不会你爷爷或血红妖？说书人说的真是吴家先祖的事吗？什么惊险？吴三老当年就需要变耍聪明。晚有眼，灵虚谷地真那么凶险？血红妖物是什么？劫岁之气你一筹，吴家那人能撑那么久，算有点本事。可惜贪生怕死。咱们接着说，他睁眼才知，摔倒时被妖爪划伤手臂，中了血灵妖邪毒，经脉正被腐蚀。此时他耳边轰鸣，眼前蒙雾，邪毒加重。去，我们听得正起劲。对，继续说。别停，那妖物和客声到底是什么？说说啊！我们想听。记确无记载。文帛书记载灵脉秘宝与惊天秘密，可惜吴三老重伤昏迷后被一帮修士骗走，至今未寻回。说不定有误会。帛书一般有托本，若家中留有托本交给宗门，或许还能补救。对，爷爷收藏了许多家族古籍手记，说不定有托本，夺回家族颜面吧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今日灵脉传就到这里，明日同一时间再讲其他灵虚秘闻。系统已开，只要继续说书积累影响值，便能抽奖得机缘。九玄宗秘闻。兴起，霍家动怒。
列位客官，上回的说到9回熟烧，仅得以上古灵虚吴家先祖心法，乃是修仙界失传已久的至宝。司礼，当年说我亲师兄吴家仙险异常，什么宝物都未曾带出，如今这说书人竟说他寻得上古灵卷，还被域外修士骗走。奶奶您息怒，孙儿不知您是气吴家先祖欺骗咱们，还是气那上古灵卷落入域外修士之手。九玄宗世代守护修仙界秘脉已走，可他不至宝落入外人手中，简直是宗外藏，乃是修仙界至宝，记载着失传骗走，确实是修仙界的损失。吴家先祖此举确实不可原谅，祖难以长期眼捉。这般珍贵的秘宝，他定。道理，以吴老鬼的性子，这般至宝定然不会轻易口硬的放过。又应付那吴小邪，儿遵命。太过分了！吴家先祖竟然把上古灵卷给剥去！可是咱们修仙界只有这吗？果然，越是隐秘的秘文，越能引起轰动，获得更多灵力值。照这个势头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攒够一次顶级抽奖的机会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非表面这般简单。他故意说出九玄宗的秘闻，背后有没有什么靠山？孙儿明白。第二幕试探将起，满堂期待。陈先生，家祖母在雅间听先生说书，听得十分欢喜，特让我来请教先生几个问题。周身灵力凝练，显然是练家子。莫测，门中弟子中哪些宗门势力？不知先生能否为大家盘一盘，这九玄宗三门究竟是哪些名号的人在其中？各位客官稍安勿躁，今日说书时间本就未到。既然姑娘有此疑问，那在下便给大家盘一般这九玄宗三门的秘闻。有特色，有3句话可以概括。今日咱们先从下3门说起，好好说说下门散子齐通天。各位，老果然没白来，听个书还能见到这么极品的姑娘，这气质，这修为，绝了！修仙界的美人都聚集在这儿了。买下京城一座修仙别院，这姑娘的身份不简单。我的天，这么贵，这家也太有钱了吧！不过没关系，有钱更好，等我修为再提升，就去到处就不愁修炼资源了。到了，专心听陈先生说书，看看他到底知道多少九玄宗的秘闻，说不定能找到关于上古灵卷的线索。哦，也好奇这九玄宗下3门到底有什么秘闻？算子秘闻初露端倪。各位客官，咱们先说这阎罗浪子拐杖仙，君爷戏子齐通天3门，便是这后3句中的美人算子齐通天。或将乃九玄宗下3门之一。所谓美人，各位客官，想必大家都好奇，这美人究竟是谁？奇门八算齐铁嘴，八算齐铁嘴。竟然仙嘴乃是齐家先祖，擅长卜算之术，隐居多年，很少有人知晓他的事迹。九玄宗其他大家族不同，从初创开始就只有一个盘口，可齐家的家传历代忠红火火，
崔将诸位，先生，一个准字就能让齐家立足修仙界这么多年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乃测集注一虚祸符，能断机缘造化。看似一处寻常卜算摊，实则暗藏玄机。齐家的卜算摊看似是卜算之地，实则是一个隐秘的宝物交易场所啊！差不多，隐秘低调，全靠口碑介绍。能进去的都是有一定实力和财力的修士。这么说来，齐家的准不仅是卜算准，更是能为修士指点机缘，所以才能立足这么多年，生意兴隆啊！你看，便变着金又说出了上面。这说书人竟然连齐家的隐秘都知道得这么紧。齐家秘闻本少有人知，此人要么握有古老传承，必须尽快查清他的底细。在家族古籍中看到过记载，说他卜算之术通神。当年家族先祖误入上古灵秀灭清夏家后，就集中贴下去，说上古村的线索。客官，齐家的卜算之术，咱们尽情而授。茶馆，堂内座无虚席，茶烟袅袅。受奇门八下算的齐家，先说说那齐氏奇门与解氏奇道。哦不，皆是当年青云州赫赫有名的世家。老白修士家族，你肯定知道齐氏奇门吧？奇门八算能算计修且成龙就是。这时极少提起齐氏一族，就连奇门八算这4个字，我也是小时候偶然听家里长，更不知道他们的推演之术到底准不准。不会吧？齐氏奇门当年也是名震青云州的呢，怎么你们吴家都很少提及啊？如今的青云州，知晓齐氏奇门的人，咱们修仙界的推演之术，皆是上古仙尊所演2大分株，晦涩难躲啊。千年前，修仙界历经一场浩劫，上古传承大多残缺，许多推演之术。如今青云州的修士想要测算自身前程、灵脉走势，大多依赖西域传来的星盘术、塔罗推演。这2种术法简单易学，无需深厚灵根，久而久之，便充斥了整个青云州。至于现在的年轻修士，一提起推演之术，想到的只有星盘和塔罗。州本土的上古奇门八算，别说修习，就连也不在少数。方才这位白衣青年不知齐氏奇门，也实属登场。今日我便细说说。齐氏一族世代修习推演之术，当年在青云州人称奇门第一，从不对外人泄露半分。他倒好，竟敢细说其中花样来。说书先生不一般，他说的这些条理清晰，不像是凭空动秘啊，甚至他自己也会这些推演之术。他的推演是会不得讲什么故事呢？列位看官，今日要说的乃是那3国英豪之事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我便斗胆给列位说说其中的皮毛。
算，首先要了解两个上古传承与真眼经。遁甲术讲的是天地阵法、灵脉走向、洞府布局、护山大阵。钦本经算的是天地诸事、修士命数。修士的灵根优劣、修炼前程、机缘祸福，皆能通过此经推演而出。列位试想，若是有一位修士能将这两门上古传承全部宣介，便能横着走，布置阵法，还是测算前程、规避祸事，都能得心应手，无人能及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两门传承真有这么厉害？稍安勿躁。这两门上古传承固然厉害，但也极其难学，不仅需要极高的灵根悟性，还需要深厚的修仙底蕴。寻修士10年前的修仙浩劫，这两门传承遭到重创，大多残缺不全。如今留存下来的，不过是冰山一角。第一算的齐铁嘴，算无一策，也仅仅是掌握了这两门传承的皮毛而已，未能窥其精髓。以为齐铁嘴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推演之术，没想到也只是皮毛。就算是已经很厉害了，至少比咱们这些连入门都做不到的人强太多。列位，齐氏奇门说完了，咱们再说说下三门的另一户世家——解氏一族。当年的青云州，其族中小老九，又称九爷，乃是当年青云州修仙界少有的文人修士，见识广博，学识渊博，以炼制丹药、售卖修仙典籍为生。论实力不会降了吴家，但却是当年从恰到吴家，历数当宁州最稳定的世家。这解氏一族为何能如此稳定？是，依公子之见，这故事当如何解？请公子不信赐教，在下洗耳恭听，愿闻高见。为人沉稳，心性极佳，最是擅长下棋，世间能预判后续术士并罗柱的走势处。云州修仙界派系林立，却没有人愿意与解九爷作对，也没有人愿意轻易招惹解氏一族。缜密，无论遇到多大的麻烦，都能从容应对。解氏一族才能在动荡的修仙界中稳稳立之后，也能全身而退，安然无恙。九爷是这样的人，难怪给了身份处个法，把苏爷到他清理了。我缜密，做事太过严谨，与他商议事情确实繁琐。但若能得到他的相助，便能万无一失。是霍家行事太过急躁，缺少解九爷这般的沉稳与远见，也不会在修仙浩劫中损失惨重，动荡不安。祖母，我明白了。下棋唯有沉稳冷静，运筹帷幄，才能立不败之地。你能明白便好。仙之路本就坎坷，这说书先生虽不及草帽内，不可他。厉害了，走一步看十步，难怪那一族能这么稳定子，修炼起来也能少走很多弯路。先还是做温诺诺做事，解九爷的行事风格确实值得我们学习。这棋道不仅是下棋的技巧，更是为人处事、修仙问道的智慧。经营家族，应对纷争，最终成就了解氏一族的百年安稳，也成为了当年青云州修仙界的一段佳话。今日咱们就说到这里，下一回咱们接着讲这段传奇故事。明日同一时间，望仙不散。爸。他微微拱手，堂下众人纷纷鼓掌，掌声。今日所得，实乃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啊！
兄台所言极是。修仙盛行，各大门派林立，青云城为修仙重镇。在这角落里有2位有趣的听客，一位神情清醒敏锐，昨日说罢上3门议事，今日聊聊当年青云城轰动一时的奇斗。携绝技北上，不远万里来此挑战。彼时青云城奇道卓绝者，当属下3门吴家晚辈与解家九公子解九爷。吴家本破解解不告知。说中那么厉害，他名号传遍南州，敢来挑战必有真本事。只是他要找的2人，来头也不小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我听说那位九爷心思极深，家族能站稳脚跟，全靠他谋划。他是奇才，只是性子太沉，藏得太深。继续听。要1人对弈8局，横扫青云城。一场一败，众修士不服，却无人敢应战。最终对决才赢1局，太让人失望了。不对，他一向沉稳，从不做没把握的事。应下这一局，必有深意。莫急，8局结果出人意料。舒淇，你没说错吧？他一路连胜，怎么会输7局？并未说错，南州奇仙赢的那一局，恰恰是解九爷所幸。先生，这更说不通了。解九爷能赢，为何不多赢几局？齐鲁尾相环上下球对决降半回，最终还是以微弱劣势落败。古时修士对弈，身份低微者与尊者对弈，既不能赢冒犯对方，让对方赢得太容易，所以那位棋手是故意为之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可他与南州奇仙无尊卑之分，何必多此一举？我也不清楚。白发光心思一深，继续听下去会能找到答案。陈子琪，当年小姐九跟我说的可不是这样。第2幕，棋局反转，密谋揭晓。解九爷为何要下陈子琪？其实他并非奔着舒淇去的，且柿子挑软捏，好操说总仙宫看似棋力薄弱的对手，解九爷正是抓住这一点，故意下出陈子琪露破绽，集中精力对付他，其余7局便只能分心周旋。那位棋局高手太牛了，原来他是故意牵制对手，我之前误会他了。他心思深不可测，只是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。你会在？列位以为这就是真相，实则不然。每人各在一间雅室，换着裙帽。方所之。韩陈子琪并非解九爷所下，而是7位青云城棋道高手合下。其余7局才是解九爷一人所下。一人下7局，这怎么可能？可能，他让7位高手合下陈子琪，牵制奇仙精力，自己则全力应对7局。这场棋斗成了他的传奇，他用陈子琪牵制对手，也让南州奇仙心服口服。那盘棋手为什么这样？奶奶，您不知道这件事。我不知道，他竟然瞒了我。说书落幕，疑云再起。今日说书到此为止，下3门议事未尽，明日同一时间望。
为何匆匆离去？唉，散了吧。明日务必准备妥当，不可出错。好嘞，楼主。走吧，回去。你们家是不是下三门？擅长文美一事上做年一事。别吵，人多眼杂，回去再说。倒是静，奶奶，您认识他们？这瘦小子眉眼像极了当年吴家老鬼，定是我胡老鬼那刘家后人。就因为长得像？谁还有这般模样？跟他爷一样讨厌。嬉皮笑脸，你去悄悄跟着查他底细，看他身上有没有那件东西，有消息立刻回报。鬼，你的后人也来了青云城。当年你欠霍家的，或许该让他来还了。只是小姐就隐瞒起居真相。吴家这小子倒有天赋，能进青阳城最好的灵修学院，奶奶的任务应该不难。飞尘今天还会说老九宗秘闻吗？听说他讲的比学院典籍还详细，他总是知道很多内幕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快走，别错过了。放心，明天他还说，据说讲下三门的事。太好了，先去食堂吃饱了，明天去华清阁。好啊。这么久，终究藏不住了。把玉简送月星楼给灰男人，告诉他老九宗的旧账该算了。华清阁飞尘盘点老九宗秘闻，吴家遗失上古灵卷，竟隐瞒这么多年，此人绝非普通说书人。订2张明天华清阁的票，我与尹楼主同去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黑袍男子，一个说书先生，何必劳您亲自前往？爹说的是老九宗隐秘，还涉及上古灵卷，绝非等闲之辈，莫要小觑。只是靠嘴吃饭，月星楼掌控半数灵脉，何须怕他？修仙界藏龙卧虎，非月星楼一家独大。明天你便知此人不简单。灵影，玉符亮了，是重要消息，大家都抬头看，消息在扩散，快去通知！城里到处都是。大人，飞尘的说书涉及老九宗秘闻与上古灵卷，恳请启动专项探查。弄1张明天华清阁的票，我亲自去听，寻找灵卷线索。落伍，不过是听个说书，至于如此激动？
哗众取宠之辈，也配这么多人追捧？发育气息是修为高深的练家子，再瞧不起他，当心栽跟头。诸位，捧场。昨日讲了老九宗上三门，今日便补下三门。霍仙姑要来戏楼了。真的吗？是啊，据说他说他身怀绝艺，我们可要看看。楼下的都在议论他呢，真热闹。嘘，小声点，别惊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上古传承宗门，曾叱咤修仙界，后因动荡低调出街。他说的是真的，您真的和吴家前代家主有过国往？门当户对，修仙界盛会相识倾心，却终究没能走到最后。待家主另娶他人，吴夫人醋意极浓。你胡说！看来黑袍老妇对故事不满，但我说的都是实情，何必动怒？嫁前代家主另娶后，吴夫人见中年霍仙姑应。奶奶，您怎么样？我给您疗伤。无锋利之处，却能划破修士脸颊，定入强病。可见，太过分！我去撕了他！住手！你不是他的对手啊！他不过是个书先生，我拼尽力子给教训。他能将茶叶当暗器，收放自如，力道精准，却是我人我很干。果然是高手，仅凭一枚压制霍老太，老九宗旧怨要因他而起了。没想到他修为如此高深，是我小瞧了。今日故事到此结束，明日继续讲霍吴两家过往与上古灵卷下落。诸位道友，明日再会。本群少女记住这里，继续盯着那名少年。查奶奶，六院黑衣人的身份、白袍说书人的目的，皆仍未揭开。那日你接触吴家那小子，情况如何？庄子偶遇吴小仙，还问了唐窗，发现他对修仙之事一无所知。他一脸懵懂，别说吴家祖传的引气术、敛灵术，连自家是修仙世家都不知道。竟有此事！是硬拉他去听飞尘先生讲修仙秘闻的，他连自家属于上古七宗都不清楚。当年一手敛灵术冠绝七宗，竟让儿孙吴家传承。不过我小觑了他，这老东西依旧老谋深算。那位老仙尊为何放着传承不交，让孙辈做普通人？你看了那孩子这一代，连自家是七宗之一都不知道，正是他要的安稳。
如此，挥发了父亲这般长远。若那少年真不懂，留下的上古灵拓极可能在他身上。为何？反倒安全。有消息吗？听说陈院主在飞尘先生请立刻来报。是祖母。鲍夫人，晚辈陈清玄休。愿说笑了，我家老头子去世灵拓。关乎上古秘境，对修仙界至关重要。您再想想。你们要查便查，莫扰我家清静。您孙子吴小邪在家吗？或许他知晓一二。那孩子出去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快找找你爷爷的东西，说不定有飞尘仙说的上古，拿到就能踏上修仙路了。快点儿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你总是这么急啊，子，别瞎信，我爷爷就是普通读书人，哪有这东西？这讲的哪有假？你家是吴山居，怎么可能普通？找，别磨蹭了。哎，来了，找到了吗？等等，这书有点意思啊。这是什么？就是上古灵拓，你发财了！这玩意儿跟天书一样，根本看不懂，白高兴一场。古老符文属修仙专门学问，咱们不懂也正常。请问是白衣术法青年公子吗？我们是修仙研究院的，陈院主想请您过去一趟。有后了，阁下远道而来，有何见教？为此前误会，特来请罪。既是误会，便不提了。多谢公子大度。被陈清玄想请教吴老仙尊留下的上古灵拓之事，还望公子成全。这是我刚从爷爷旧书中找到的，不知是不是你要的？灵拓给他们了，这可是上古宝贝，太亏了。遗物交给研究院才能发挥作用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为爷爷证明，藏灵拓遭人唾骂，如今上交也算是为吴家做贡献。是被人陷害的，骂他的人都是激动吴家。你身为七宗吴家传人，都弄得跟犯错似的，太憋屈。我知道你不平衡，其实是可惜没灵拓，没法找秘境修仙，对不对？嘿嘿，还是你懂我。没灵拓，咱们只能听飞尘先生讲故事了。又拍了灵拓符影，上面纹路都在，照样能研究。有符影也没用，官方会去探秘境，咱们还是没机会。与秘境探查，还特意给你留了名额。真的，我们能去秘境，能修仙呀？当然，陈教授说。修仙研究院明谢吴家，上古灵拓已找到。我欢腾盼机缘，却不知秘境藏着致命凶险。这秘境在修仙大世界中凶险靠前。另机会，七宗故事虽传奇，不如秘境秘闻吸引人。
趁热度穿插秘境凶险排名，能积累更多声望。这修仙界看似平静，实则藏龙王势力未浮出水面。此次秘境正是引他们出来的好机会，明处敌人才好规避风险。声望足够，可进行顶级抽奖。九死精灵甲护体，小神风威力无穷，有他们，秘境凶险便多了几分把握。鹧鸪哨身法果然名不虚传，遇危险可从容脱身。上古秘境汪氏风势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这才3天功夫，华清楼又挤得水泄不通。谁让飞尘先生上次说的灵虚秘文太过惊人？仙门猛府动作极快，短去寻那帛书托片指向的地方。如今整个修仙界都在议论。艺人，想来是让他那孙。各位仙友捧场，3日未见，想必各位都在关注仙门猛府探灵队的动向吧？队出发已有2日，全程以传讯预警直播，诸位怎么不？笑了，那传讯预警直播虽真，你这走的是原定路线，要去苍梧岭，可听说出发前博坦书托片的研究有了突破，您快给我们说说。是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诸位消息倒是灵通，不错，那是去地图。又叫苍运文，是上古时期修仙者用来记载灵虚位置破书法，堪比仙门秘传的密码，如今早已失传的。上的白衣说书人真难让汉化求存求运吧。再用花言巧语糊弄大家，对，说的非常好。公子何必动怒？且听我一言。我倒要看看你今日如何自圆其说。黑袍公子好气魄，只是这8阵灵图的玄机并非3言2语能说清，不如我们先看看探灵队的传秀训直播。洞顶的石头太像沉了，顶着石头可以找到太沉了。别瞎说，我们是跟着探灵队来的，还有陈教授在，不会有事的。看看这洞壁上的灵胎，可是罕见的凝气台，能滋养灵气。我不看，这地方除了吓人，没什么好看的，还是赶紧找到灵虚，早点离开这里。那是灵怨灵火，只有怨气极重的灵体聚集之地，才会出现这种灵火。能有这样子是上某仙门的弟子，或是守护的修士陨落仙门区的修士，说明附近一定有大型灵虚，而且凶险异常。教授，您看这具干彩。空了，那里面东西呢？不会是跑出来了吧？不好，大家小心！这具空棺里的东西，恐怕已经出来了，就在这灵水洞里。
是噬灵虫。这虫子以修士的灵彻魂魄为食。那里还有一个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是灵院所化的邪祟吗？还有那只虫子，看着就好灵队不会有事吧？一灵院和灵虫罢了。探灵队里有陈教授，定然能化解。尘缘已了，怨气难平，放下执念，早日归虚，莫要再在此地造孽。小邪，我没看错吧？那邪祟给张天师跪下了。小子，休得无礼！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高人，能以自身修为压制灵，实在难得。修士因执念太深，死后灵体不散，聚集怨气，沦为灵怨，永生永世不得轮回，也是个可怜人。这事也太厉害了吧！竟然能让灵院跪拜，这修为怕是已经达到元婴期了吧？我们继续说书。方才有人问，那白衣影子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灵院？这东西可没那么简单，也绝非普通的灵院所能比。之又玄，先生，您快说说，快说吧，那究竟是何物？心诚则灵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古时期守护灵虚的灵手，因灵虚封印松动，怨气滋生，才沦为如今这般模样。今位只是暂时压境。白衣说书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探灵队还有危险？灵虚之中，凶险重重，这仅仅是个开着来，探灵队将要面对的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先讲到这里。探灵队还没回来，怕是出事了。会不会和那白衣灵手的秘密有关？别乱说，小心惹祸上身。这飞仙长不简单，他似乎早就知道灵虚之中的凶险，身上的秘密恐怕不比那灵虚少。我们且拭目以待，看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变故。看着传讯玉镜中依旧跪拜的白衣长发影，心中升起一丝不安。他总觉得这场灵虚之行不会这么简单。在船头，目光看向灵水洞深处，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这灵虚之中隐藏着一个足以影响整个修仙界的秘密，而他此行的目的便是守护这个秘密，不让其落入恶人之手。听说了吗？嘘。寒潭之畔，诸位知晓，这巡毁只留一句：莫匆离去。今日便说到此处。是啊，陈先生，我们专程来听您说书，就习于九道这10大院煞的底细。陈先生，求您说说，这10大院煞个个都像玄阴魁这么厉害吗？大家这么好奇，我先说说。
当年张天师为何没有直接收服那玄阴魁，反而只留下一句“莫回头”？张天师虽说不让众人回头，但他心中早已明了，必定有人耐不住好奇心。可有人能将目光移到寒潭岸边的那艘灵舟尾部，恐怕会看到一幅毛骨悚然的景象。玄阴鬼自始至终没迷惑，就竟自此跌入了追。能吧？当时明明看到那玄影站在寒潭边的枯骨旁，怎么会跑到灵舟尾部去？我的天，不行，这满城放题设想。天师的法子并非寻常的驱邪除祟之术，这玄阴魁乃是怨气凝聚而成的怨性子凶力，却也藏着无尽的苦楚。转世，寒潭秘境，那秘境阴气郁结，如同囚笼，困住他的魂魄，让他无法脱身。当年做法并非与玄为敌，而是在压抑着伤害。这玄阴魁如此凶厉，居然还能和人商量，直接带着怨煞同行，就不怕他半路作乱？不过玄阴魁怨气极重，寻常方法根本无法收服。张天师此举想必自有深意，只是但愿胜太过凶险，为稍安勿躁。朵花性子凶气，却寒淡潭秘实最暗冷，早已想要脱身，他自身无法做到，只能借力。这借力之法，便与修仙界常说的借躯渡魂颇为相似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不是不说清楚，是故意不说清楚。要借躯渡魂进去话，谁肯主动问号进去？所以才不好借这目标。但这里面有他的无奈与权衡。若是强行收服，只会助他脱身，也能愿助他醉身。不过，诸位可千万别小看了这玄阴魁法之中。他能排到第8位，仅次于盘古仙的存在。老身修行100年，遍历修仙界各处墓。不知青云宗任职，掌管宗门典籍，可有听过盘古仙？单听这名字，便知绝非善类。能排到第7，想必比玄阴魁还要凶险。在秘境之中，必定是能轻易取人性命的存在。盘古仙怎么会是这个名字？先生，您快说说，这盘古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比玄阴魁还要凶险吗？是啊，陈先生，别再吊胃口了，我们都快急死了。喜新厌旧啊，这玄阴魁还是……言归正传。这玄阴魁并非只有寒潭秘境中才有，修仙界各处阴气郁结之地都有可能出现。当年那支探秘境的队伍，全靠张天师在侧。张天师这样的高人若不在侧，寻常修士下秘境该如何应对？您快教教我们，若是遇到玄阴魁，没有高人相助，该怎么对付他？我敢说，便有法子教给大家，疏散他的怨气，化解他的执念，才能避免他带来灾祸，甚至能让他主动退去。这在遇到玄阴魁之时，沉香他自己并非故意闯入他的领地，也无恶意，并且愿意帮他脱离阴气郁结之地，助他轮回转世。他提前要定好去渡魂之人，一并告知玄阴魁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你真心愿意帮他，他便不会主动攻击你，反而会选择与你合作。我料定必定有性子急躁、头铁的修士会想问：若是我偏不与他合作，就想跟他硬刚，该怎么办？哼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打消。玄阴魁阴杠一旦被激怒，到那时能等动用自身所有怨气，邪化怨气。太夸张了，这玄阴魁再厉害，也不至于能吸引8方凶煞吧？这8方凶煞说的笼统，实则包罗万象。山林之中快要开启灵智、性情凶戾的妖兽，算是凶煞；能灾吸灵气的虫巢，因灵气反噬而算凶煞；
那些修炼走火入魔、残害同道的邪修，也能被他的怨气吸引而来。陈先生，这玄阴魁的法子我们已经知晓了，还请您说说那排行第7的盘古弦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与关山派可有关联？哦，这位小友倒是心急，看来你对这盘古弦颇为在意啊。那位黑衣青都开口了，您就说说盘古仙吧。快说，这盘古仙到底是什么？是不是比玄阴魁还要厉害？快说！对，稍安勿躁。既然大家都这么好奇，那我便说说这盘古弦。诡异到实在太过诡异。并非怨魂所化，也非妖兽所变的灵筅，说白了就是一种植物。草，它以阴气为食，以怨气为养分，直至修士油尽灯枯。先生，它是不是通体漆黑，叶片上带着暗红色的纹路，能散发刺骨的寒气？见过这盘鬼？这盘古仙的诡异之处，修为与精血，还能复制修士的功法，放不了我这个大宗门，因为弟子不小心带入了盘古仙的包子。欲知这盘古弦为何会与关山派有关联，封氏子弟为何对他如此在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这可靠吗？就是这里，这解释了所有问题。修仙界10大邪物第6位古傀儡，今日说第7位尸仙，他还有个别称，名唤尸丹。寄生修仙者尸身后，尸身不腐，鲜活如生，法器刺穿，动能流出灵血。奇异，这误以为是元婴，纷纷跪拜，实则是邪影罢了吧。分不清是尸仙借尸，还是修士尚存意识，不过自欺欺人。黑衣男子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家族资源无数，自然不屑。资质平庸之辈，连这般门路都摸不到。尸仙尸丹，难道宗门衰落、先祖求长生，都与这尸仙有关？他心绪难宁，失落多年的宗门旧事。风雪舞一动，灵虚秘境的大门。尸仙如此厉害，为何只排第7？诸位在秘境中遇上，切勿靠近触宝，否则尸身会化作蔓延成阴丝，寄生后半个时辰。尸仙并非无懈可击，唯一能彻底杀死他的是雷火。可是寻常雷系术法所化之火，非也，乃是天雷击打尸仙生出的先天雷火，灵火只能灼伤，唯有先天雷火至阳至刚，方能将其焚烧殆尽。
可遇不可求，秘境深埋地下，天雷根本打不到，难如登天。诗仙，速速退去即可，保命要紧。有引天雷秘法，张副官可否证实？不可外泄，即便有，无了天雷之力。上3场，披迸邪之间，皆是独行客。诸位猜猜，浪子指的是谁？吴家清！这群人孤陋寡闻，浪子是我的名号，倒被吴老鬼抢去了，可见其圆滑。诸位猜错了。吴家先祖是姓满，子独指黑背老六，他是平三门最神秘孤独之人。最强者，也是平三门关联宗门中唯一无后楚浩断绝。他为何孤苦无后？听完他的故事便知。关联宗门中，人人都说那独行者是疯子，独来独往。那位女修联合众人探秘境，第一个排除的便是他。可霍仙姑一生，唯独对他心存敬佩。他说的该是那位刀客，在西过往遭客的事吗？人提及。黑背老六在西荒做刀客时发生了什么？特殊修士团体，以刀正道，性情刚烈。金沙盟等势力，黑背老六便是金沙盟第一刀客，刀法通神，刀法快到闹时一路溜出。一仙金刀法，这是金沙盟李景川的绝技。盟主收养，天赋异禀成第一刀客，后因门派内乱失踪，将竟是黑背老六。沾染同门鲜血，他在云州低调度日，却对风月巷一位老鸡人情有独钟，时常送灵米丹药发卖。黑背老六单刀闯风月巷，杀了楼主，救出他。这般性情执念，也难怪他一生孤苦。是今日便到这里，诸位道友，今日说书完毕。哈。今日咱们不说仙门秘闻，不聊功法传承，单说那金沙秘境之中一段鲜血染就的残酷规矩。斗金者，金沙秘境乃是天地灵脉汇聚之地，盛产金灵石，乃是修炼筑基、凝练金丹的必备之物。为争夺金灵石矿脉，相互厮杀，血流成河，灵脉受损，无数修士陨落。大顶尖修仙势力商议，各势力挑选修士参与斗金之赛，胜者可掌控密肥沃的金灵石矿脉3年。可这比斗想必不简单吧？金灵石矿脉何等珍贵，各势力必然拼尽全力，这场比đấu死一生啊！这位客官说的没错，死之局。参与，最终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比斗台，成为唯一的胜利，掌控矿脉。尽数陨落，神魂俱灭，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。
当年，黑衣刀客被所在的散修势力编入斗金者之列，与他一同参与比斗的还有29名修士。精锐，修为最低也在筑基中期，其中不乏金丹初期的强者。练为有体境，于他而言，不过是一场寻常的练手罢了。除了卓绝修为，更离不开他手中的秘境深处的百淬地，背后刃薄，蕴含着浓郁的精细灵气。道，一线尽头。张兄，斗金赛的残酷早有耳闻，只是不知当日场面究竟惨烈到何种地步。这在金沙秘境的中央，台名为生死台。张兄所言非虚，那生死台便是一座人间，便是在这样的炼狱之中，一步步杀出了一条血路。列位客官，咱们接着说，30名修士同时发难，灵气暴涨，各种功法法器齐出，一时间生死台上灵气激荡，光影交错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便有10余名修士陨落，神魂被打散，肉身化为飞灰。都主动出击。每当有人主动向他发难，他便会瞬间出手，一刀致命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他在无数次危险中化险为夷，可他早有防备，身形陡然一侧。这个李景川还是这般性子，警惕得很。他想与他合作，共同争夺金沙秘境的金灵石矿脉。凭他的刀法，再加上我霍家的势力，定然能稳操胜券。可你猜他说什么？愿与我合作，气得我当场便拂袖而去。至今想来，仍觉得可笑又可气。他们相互诉死，不相诉仇，最后台上只剩他们3人。那一刻，生死台上只剩下黑衣束发男一人，黑色的衣衫被鲜血染红。整个生死台被鲜血彻底染红。列位客官，黑衣刀客便是这样从30名修士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当年斗金赛的唯一胜利者，踏出了一条血路，用敌人的鲜血铸就了自己荣耀。
这斗金赛的规矩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酷。没有此面可以战，这不是比斗，也要死生命的漠视，是最残酷的非人性规则。胜利看似荣耀，实则是一场灾难。黑衣刀客虽受伤，身手震染了太上无比。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磨难还在后面。杀业过重，容易心魔滋生，再加上他手握一线金刀，身怀绝技，日后他怕是难以安宁啊。依我看，这后面的故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我这般桀骜不驯、心狠手辣的人，看似无牵无挂，可我总觉得，我倒是想起，当年他在散修之中，曾与殷雨修有过交集，那女修便是他的软肋。客官，那名黑衣刀客获胜的消息，很快便在金沙秘境的各大势力中传开。他的实力，有人觊觎他的一线金刀，北沃的金灵石矿脉，还有人想要置他于死地，夺取他的一切。黑衣刀客获胜之后，究竟会面临怎样的危机？会采取怎样的手段？银发老妇口中的那个女人的困扰，走出属于自己的修仙之路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哼，鬼！多谢各位捧场，请静一静。列位客官，今日西多秘境金九难得的美事。掌核心灵脉，下设12灵堂，各堂主管淘金之权。秘境金沙乃是助修士筑基的灵金沙，却被金龙门尽数掌控。这位堂主野心勃勃，毕生所求便是取代门主，执掌秘境所有灵金沙。龙门规矩森严，龙门主修为深不可测，李堂主取而代之，难如登天。秘境之内必少不了血雨腥风。牢牢掌控秘境，全靠一支致命力量——斩灵队。后期修士配备灵力法器，也是堂主们的全力保障。个个身手不凡，杀人于无形，维持秩序。私斗挑衅者，轻则废功，重则斩杀者，一律处置。都是被秘境寻宝、一夜成仙的谎言骗来，有的灵心沙尽数上缴。反抗遭毒打，私藏便处死，被斩灵队严密监控，活得不如牲畜。
9灵香困住修士，灵赌诱其倾家荡产，离境无解药，便灵香便爆强，三者相辅相成，无人能逃。灵杀，要么被斩灵队斩杀，要么离境后灵根尽毁，终究逃不出金龙门首掌心。这些修士终究被贪念和绝望困住了。修仙界本就如此，唯有自身强大，才能不被鱼肉。绝望里藏着温情与狠厉。有话对你说。何事？这是我3年偷藏的灵金沙，能买逃离秘境的地图。我带你走，再也不受这份苦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这是灵金沙，你看，获胜者选斗灵者兴本门祸害。这里，我们找个无人认识的地方修炼过日子，哪怕修为低微，也能活得自在。出去。斩灵队严密，结界坚固，被发现便是死了。隐秘通外是斩灵手抽掏，便是最佳时机。斗灵道，好，我跟你走，大不了一死，总比苟延残喘强。等我回来。小心焦石华，跟着我走。太过愚蠢，秘境人心叵测，竟轻信女子，还背着灵金沙暴露后背，自寻死路。他不是愚蠢，是太渴望温情。绝境中唯有靠自己，轻信他人便是把性命交出去。他迟早要付出代价，但愿能有转机。姑娘，你干什么？温情，却因轻信赔了性命。燕子为脱身，亲手养的温情。他来此处究竟为了什么？咱们下回分解。小女子只是路过，无意冒泡泡吗？这袋灵石，若是公子需要，小女子愿意献。
寒江崖夜寒，筑基期修为扛不住。小女子愿追随公子侍奉左右，只求公子给小女子一个安身之所，不再过颠沛流离的日子。刀，一位冷面公子偶遇落魄女修，世人说修仙者无情暖人时，只重香与灵时，便是缘分，便是情分啊。飞尘先生说的极是，不急，人心本就有柔软之处，原未准确生活，不分身份，不分修为，却能在寒冬给一个陌生散修温暖，这份心意。不过是各取所需，谈何情爱？好好的强者意识，竟被说的这般儿女情长，未免太过俗套。黑袍男子太过固执，哎，何必用世俗的眼光去评判？子便一直追随在离江公子身边，二人朝夕相处，情愫之。这位公子虽修为高深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疾从。燕子知晓此事后，公子灵识易得，真心难寻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日日相伴，悉心调理不转，哪怕一辈子无法灵脉相融，我也愿意。在这个人人追逐的势力心源，遮蔽业物质无关修为的情感，实属难得。却也算得上一份真心。只是黑衣公子乃是宗门弟子，身份特殊，与这样一个散修纠缠过深，终究不是好事。精彩！是啊，但结局太仓促了。不，我觉得这样最好。我同意，这背后有深意。对，但细节还等等看。所以，还记得当年你在废灵谷奄奄一息，把你从一个无依无金丹中期的强者，诸位可有异议？你记得就好。你说说，你该如何报答我？义父但有吩咐，哪怕上刀山下火海，大事只有你能帮我。修为虽深，却已力不从心。我要你去刺杀玄门宗主，取而代之，重振玄影堂的荣光。义父，宗主乃是化神初期强者，身边护卫众多，刺杀之事太过凶险，弟子恐怕的。你如今的一切，你这般退缩，对得起我对你的养育之恩吗？这才是我养出来的好弟子，好的隐匿法器，帮你避开宗主身边的护卫。我还会寻来上次发藏主之物。堂主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让黑衣男子去刺杀宗主，这分明是让他去送死啊！主乃是化神初期强者，岂是那么容易刺杀的？非如今这般光景。早年玄影堂的掌权者并非如今那位，而是另一位前辈。那位赵前辈修为高深，威望极高，掌控着玄影堂的核心灵脉们。后来李堂主暗中布局，联合几位心腹除掉了赵前辈，才得以坐上玄影堂堂主的位置。竟有此事！我只知李堂主是玄影堂堂主，因为隐秘知晓的人不多。那位前辈死后，他虽坐上堂主之位，却一直忌惮宗主，
担心宗主查出当年的真相，夺了他的堂主之位。难如登天。何止是难，元婴初期的护卫，还有无数金丹后期的弟子，个个都是精锐。真修为高深，化神初期的灵力，绝非一个金丹中期能够抗衡。一些总裁的发挥法器也很难成功。那景川岂不是九死一生？我们要不要出手？也是他与李堂主之间的恩怨，我们身为玄门长老，不便插手，反而会害了景川。能看清李堂主的真面目，寻得一线生机吧。劲庄青年，你随我修行20年无依无靠的孤儿，到如今青云宗数一数二的剑修，这份恩情你该记得。义父的恩情，景川昧齿难忘。若有差减，万死。这是义父要我做的事，是要与宗门为敌，景川不敢从命。宗主待我不薄，灵髓玉乃宗门根株，怎会私吞？义父，此事恐有蹊跷。这是总坛密令，你看清楚。灵髓玉勾结魔道，我奉命清理门户，你只需随我宗主殿。事后我保你晋升执法堂副堂主，修为再上一层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不伤及无辜弟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事后定不会亏待你。玄衣男子，总坛密令何等郑重！若真名要侵略真物，你这令牌纹路模糊，灵力微弱，分明是伪造，岂能眼睁睁看着你谋逆作乱，残害同门？你莫要被他蒙蔽，今日你若助纣为虐，他日必遭诛脱却。此事我已答应义父，多说无用。景川，天快黑了，喝点热茶暖暖身子吧，别走魔剑了，剑已经很锋利了。可以跟我说一说，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，但可以陪着你。留着他们，迟早会坏了我的不拘小节。想要活下去，想要得到你想要的，就必须心狠手辣。明日若你手软，死的就是你和我。我知道你很难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我说了，别烦我，你什么都做不了，只会在这里挨着。我碍事，我知道我修为低，但我不想你伤害你的是对我。明天我赶快前来送去你得带我在。我不该说他，我不该惹你生气。我知道你心里苦，我知道你身不由己，我不是故意要戳你的痛处的。我告诉你我的过去吧。被人收养，可收养我的人只是把我当作奴，动辄打骂。后来我逃了出来，欺负那些男人都只是把我刮作玩我，从来没有人真心对我好。
你虽然话少，虽然有时候很冷淡，但你从来没有欺负过我，会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。跟着你，我才真正觉得自己像个人，才真正感受到了温暖。是真的，从未过期被过期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是真话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，我会拼尽全力保护你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再放开你的手。此处江风甚急，正好稍作歇息，待暮色降临再行赶路。这江湾偏僻，不易有人打扰，正好让兄弟们喘口气。谁？竟敢以下犯上！玉敏，你以为你完成了任务就能活着离开？已经死了。只要杀了你，我就能把一切都嫁祸给你。竟敢刺杀首座！哎，不能让他跑了！不，连一个重伤的筑基修士都抓不住！你们是不是和他串通好了，故意放他走？长老长，我们没有偶无啊！我们无关，都是那个孽障犯上作乱，我们根本拦不住他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饶你们一命。今日之事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半句，否则这具尸身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我们记住了，绝对不会泄露半句。夜扁舟悄然而至，船上之人。客官，话说那人跳入江中，生死未了。护卫真是废物！他们三人皆是筑基后期修为，合力之下，即便无法斩杀李长老，也足以将其制服。到时候再编造一套说辞，偏偏要贪生怕死，跪地求饶吗？看似愚蠢，实则是被恐惧冲昏了头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之间本就互相猜忌，人心不齐。李长老手握执法堂大权，他们三出了子府七弟，谁也不敢率先出手，生怕自己成为第一个送死的人。早已布下圈套，只要他们稍有异动，必死，是贪生怕死之下的无奈之举罢了。本区女子所言有理，是我太过急躁了。只是他们这般贪生怕死，一味推卸责任，早已落入了李长老的圈套。多动手，可一旦坐稳高，稳住势力，他们知道的太多，也再没有利用价局。设计刺杀玄阳真人，嫁祸李景川，互相猜忌，最终只会自食恶果。而那身陷权斗之人，虽身怀绝，却生死未卜，不知能否逃过此劫啊！那落水青年跳入湍急江中，究竟能否存活？那位执法长老能否顺利坐稳首座的位置？三名护卫的最终结局，预知后会如何？
上回说到，黑客和李舵主暗算，身中惊，从此销声匿迹，修仙界众人皆以为，可谁也未曾想到，这位曾经令奸邪闻风丧胆的执法。素衣伤我，莫非他藏外境的异样？以他的修为，若寻一处秘境疗伤，也并非不可能。反倒藏在了李舵主自家府中的厨子家中。贝克的威名，两他相识于微时，只是这份情谊从未对外人透露过半分。然不知自己的眼皮底下，竟藏着自己追杀的人。这倒是奇事，李舵主心性多疑，也是侥幸些，是咳嗽不止，剧痛难忍，他只能靠着修仙界禁药灵烟缓解痛苦。女子只因与那人有过一面之缘，便被抓来日日折磨。那舵主太过阴狠，数月的折磨，让曾经貌美的锁链女子变成了一副活骷髅模样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透露半句关于那名逃亡者的消息。一旦说出黑，你的名字，终究熬不过去。与其继续承受折磨，不如以死明志，彻底断了李舵主的念想，也护黑贝克一世周全。我愿说出他的藏身之处。燕子的死讯，终究还是传到了黑衣客的耳中。他去了。自己不能就这么死去。他要为燕子复仇，要让李舵主血债血偿。3年蛰伏，只为一句复仇。他带着数名保镖，死都不敢相信，追杀数年的灰发枪手竟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，更不敢相信自己会栽在一个灵力受损的修士手中。早已恶化，无法再施展昔日绝学，只能靠这柄灵枪走到这里。他不再使用过去的名字，也不再修炼，只是找了一个燕子。自动容，一个红尘女子而已，本是阿 Z 身份地位不值得这般同情。那杂役他的身形值得歌颂。一缓的议论声骤停，各桌听众齐刷刷转头望向软榻黑金锦袍公子，此言差矣。子被李舵主的人追捕，那杂役受李舵主指使，死死缠住燕子，那女子必死无疑。而他一旦被抓，黑衣客的藏身之处也会暴。无奈之举，再无奈也不能随意杀人吧？的刀手队有多残酷？他们专门追捕那些反抗他或是藏有他想要之物的人。
遭受修仙界最残酷的刑罚，将50斤融化的灵晶剑灼烧经脉，摧毁金丹，让人生不如死，比挫骨扬灰还要痛苦。抓不仅会遭受那般酷刑，还会连累黑衣侠客。他杀那杂役是为了自保，更是为了保护黑衣侠客。有着比许多修士更坚定的信念，更纯粹的情谊，岂能因小利而动摇？先生所言恐有不妥。先生高见。子的故事，如今已在修仙界传开，不少修仙者听闻后都被深深打动，或是寻找说书的影像，想要听完这个故事。长沙城想要寻找黑衣公子的踪迹，想要看看这个重情重义的修士如今过得如何。黑贝克的故事到这里便结束了。是，曾执剑未到，也则是红中的平凡女子，曾颠沛流离，却用生命诠释了深情。有惊天动地的修仙大业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宗门纷争，最坚定的守护。心中无念、无义、无情，即便修为再高，也终究成不了大道。他们的一生告诉我们，情义不分高，唯有心怀善意，坚守本心，方能不负此生。上回咱们说到，玄铁真人修仙解刀100年，替手在晚年隐于南山，从此杳无音相见。公子，消息确认了。张公子何事如此慌张？莫不是扰了飞尘先生说书的雅兴？但玄铁真人的闭关秘境竟被人强行破戒，秘境入口多处破损，连真人作画的玉竿都不翼而飞了。不可能！你看到了吗？铁真人一生斩妖野某，忽悠一方，没想到作画后秘境真到此境。玄铁真人一生清誉，竟落得这般下。据在下所知，玄铁真人的秘境布有上古阵法，寻常修士根本无法靠近。能破戒而入者，此处灵气紊乱，来查探灵铲。这探灵铲可是咱们修仙界找秘境、探灵气的宝贝，当年还是道斗，还是古籍里记载的上古工具，寻常人可拿不到。灰发老者，这泥土看着平平无奇，能看出什么门道吗？昨晚我看的那说书虚影，讲玄铁真人故事的，简直精彩绝伦。哦，费尘先生还说这个，快把虚影调出来，我也听听。朱先生说书说的神乎其神，好像什么隐秘都知道。你也对飞尘先生说的故事感兴趣？是疑惑，玄铁刀法的威力我略知一二。此刀法霸道异常，单凭勤学苦练根本忘其精髓。飞尘先生说他与血缘非虚。灰袍青年，你的意思是？这的真实身份不简单，或许并非普通修士，而是拥有上古特殊血脉之人。哎，那岂不是和白袍青年你一样，都是天生的修仙奇才？先探查秘境，小心行事。秘境之内或许还有未知的危险。月光照得见人心深处的秘密。说到玄铁真人的秘境被盗，
其实早在3日之前就已经找到了秘境的位置。哦不，并且用探灵铲探查了秘境的地质灵气，本是上古修士寻找秘境的专用工具，如今却被探查队用来探查玄铁真人的秘境，实在令人意外。北辰先生，你可知分寸？在下认为，修仙之道在于传承。客官想学，那在下就斗胆给大家讲讲这变。其实秘境周围的土壤看似复杂，实则可分为2种：死土和活土。这便是死土，此类土壤中毫无灵；这便是活土，土壤中蕴含着淡淡的灵气，颜色温润，乃是秘境周围最常见的土壤。我听说有些秘境周围的泥土颜色斑斓，十分好看。花土乃是活土中的一种，但却是最危险的一种，含的灵气异常浓郁，乃是秘境中存在凶物的标志。若是遇到花土，万万不可的上古煞气，否则轻则灵气紊乱，重则走火入魔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最危险的土壤——赤土，土呈鲜红色，乃是上古血物。赤土说明秘境中存在血灵。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是红色的？还滴个不停，太吓人了！这泥土和说书先生说的赤土一模一样，难道这里是血灵秘境？没错，这就是赤土。何苦之一？我们还进去吗？万一被血灵盯上，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而且玄铁真人的玉棺被盗，此事蹊跷，我们必须查清楚真相。我们不能半途而废。胖脸壮汉，重新拿起探灵铲，继续探查，确定秘境的具体位置。我们准备破界而入。秘境的入口处布有防盗阵法，若是夹层这下方，很可能会触发阵法，引来危险。这种阵法我只在古籍中见过。阵法的每一块阵石都有固定的位置，稍有不慎就会引发阵法反噬。万万不可砸毁阵石，也不能将阵石往里推，否则会触发法的杀招。而且要按照特定的顺序，才能安全破阵。我曾在古籍中见过类似的阵法，只是具体的取石顺序，我还需要仔细推演一番。趁之前发生危险。不仅有血灵守护，更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那些盗取玉棺的人，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上回书说到，修仙秘境之中藏着上古传承，却也遍布致命禁制，寻常修士误入，轻则修为尽废。咱们便说说秘境之中最是凶险的一种禁制——天宝火琉璃禁。火琉璃禁到底是何等凶险？寻常禁制尚可破解，这禁制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天宝火琉璃禁并非寻常修仙禁制，乃是上古时期修士所设，专门守护秘境核心传承。可以穹顶砖石便会裂开，喷出腐蚀性极强的离火酸液，席卷整个禁制前方区域。你修为再高，若被火龙缠身，品废扑消。
隐匿禁制气息，更能抵御绝大多术法攻击与蛮力破。需用到修仙四大术法流派之一发丘天关的独门绝技双指探灵。除了咱们熟知的各大门派，还有四大术法流派，分别是摸金、发丘、搬山、卸岭。四大流派各有专长，只是常年隐匿不顾而知晓者甚少。自小便要修炼指功，以灵液浸泡手指，以灵力指尖，年复一年，直至指尖能凝聚纯粹灵力，可戳穿坚硬灵玉，可感知细微灵纹，从中的禁制阵眼，精准破解，这便是双指探。今日咱们重点说说发丘天关的双指探灵技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哎，这是玩意儿。世事如此，世事难料啊。双指探灵，这发丘天关的独门绝技极为隐秘，就连我张甲也只是略有耳闻。书显示，他也会双指探灵，可这绝技需从小修炼。发丘天关如此感兴趣，那今日100年前的修仙奇人，天赋异禀，自幼便拜入发丘天关门下。1号深得双指探灵的精髓，更练就了一身绝世修。五指齐长的多进本事，无有一手平地寻灵，他都能凭借指尖灵韵感知，精准找到入口，识破外围禁制。一个筋斗云便翻出了五行山。只见云雾散去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出手破解过3次上古凶险禁制，每一次都是深入险境，却总能全身而退，堪称发丘天关一脉的传奇。他破解禁制的套路更是独树一帜，且之气极重，藏有凶煞的秘境核心区域，他的方法更是令人称。何为阴邪凶险的秘境核心？他又有什么独特的应对之法？禁制往往与凶煞绑定，极为凶险，会贸然出手，而是先取来灵牛之血，淋在禁制外围的灵域之上，通过灵牛之血的反应，判断区域内的凶煞情况。灵牛乃纯阳之兽，能克制阴邪凶煞。愈后发出异响，便说明区域内的凶煞即将苏醒，有反噬之险。灵域之中便更是大凶之兆，说明区域内的并非寻常凶煞，而是由阴邪之气凝聚而成的妖物，实力极强，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。核心区域便会就地掘坑，将绑定凶煞的灵域棺椁沉入坑中，再用融化的灵铁浇灌棺椁。阴邪之气便是用来探查妖物动静，施展双指探灵的关键。察觉禁制反噬时，绝不能迟疑，断手保命，绝不拖泥带水。狠绝的性子，也是他能3战3捷、全身而退的关键。黑衣公子，听闻你家先祖也曾破解过类似的凶煞禁制，不知与这位奇人相比，孰强孰弱？主说笑了，我家先祖确曾破解过凶煞禁制，自然也是全。不过，这位奇人能凭一己之力3破上古凶险禁制，且每一次都全身而退。这张盐城的传奇远不止这些，至于他后来的去向，以及发丘天关一脉的更多秘闻，咱们下回分解。OK， 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不错不错，下回还。上回说到，上古修仙界有一门绝技，此金伤俱力者不能练，
却又需习得4两拨千斤的精妙心法。双指探入灵物秘境之中，最忌心浮气躁，稍有发密目触碰，轻则灵气反噬，重则魂飞魄散。列位看官，且看这关键之处如何定乾坤。这双指凝元炭听着比咱们秘境探索时用的破障纸还玄乎，真有这么厉害？技法不是修手，只是张家早已隐身，他怎会？说到底，若无金刚钻，莫揽瓷器活。这门绝技可不是寻常修士能驾驭的。上古时期，有一位修士名唤张延成，乃是少数能人，曾3次闯入上古灵墟，每一次都九死一生。他到此便是从灵墟深处的灵躯口中取出了一颗臼齿大小的金灵珠。精纯灵气，可助修士突破境界。当年传遍整个修仙界，无人不惊叹他的技巧与胆识。陈先生，那灵躯沉睡多年，怎会任由他取走灵珠？莫非那灵躯早已失去灵智？那灵躯乃是上古灵物所化，虽陷入沉睡，却仍有灵识，稍有异动便会苏醒。张家修士之所以能成功，几位师兄，秘境那边有消息了。陈先生所说，刘不逊凭上朝暗红色的灵蜡墙，若不是提前做好防备，恐怕要折损不少人手。我就说陈先生说的准吧，之前还不信，现在看来他对这上古灵墟的了解比咱们还深。你说他是不是也去过这灵墟啊？你们看，大家都在讨论陈先生呢。他说的到底是不是我？我的身份难道已经暴露了？张银成的传奇便说到这里。来，咱们要说的，身怀具生业修士，身怀绝句修仙界，留下了浓浓墨彩彩的一笔。中最具代表性的，便是平三门中的陈皮阿四。月白道袍，莫非陈先生说的张银成与你有什么渊源？渊源倒是没有，只是那双指凝元炭，我张家传的技法比张延成的不知精妙多少倍。这说书先生不提我张家正统，反倒去说一个旁支修士，未免太过偏颇。陈先生说书向来只讲流传最广的传奇，或许他并不知道张家正统的技法。他能将双指凝元炭讲得如此细致，想来也并非寻常说书人。影失魂证，许多过往早已模糊，就连自己修炼的双指凝元炭，也只记得技法，不记得渊源。对我说起张家会是什么样子？那些遗忘的过往，会不会在他的说书里找到一丝线索？传来消息，灵液已经排放完毕。勿躁，咱们继续说陈皮阿四。这陈皮阿四最是擅长伪装，表面上温文尔雅，实则心狠手辣，行事不计后果，